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诚意赌上40亿流量，地心计划真能让国产科幻剧出圈？哥的心里没有打光和美颜，这条在社交平台疯转的网络调侃，精准捕捉了2026年娱乐圈最引人注目的转型时刻。古装顶流诚意在单飞自立门户后，将首部主演作品献给了现代科幻悬疑探险剧《地心计划》。相关话题阅读量破100亿的惊人数据，让这场个人职业选择演变为一场关于流量能否驾驭科幻的全民论战。然而，这场狂欢背后的深意远超娱乐范畴。当一位手握40亿累计播放量的古装王者选择从云端仙宫跃入漆黑未知的地底深渊时，这不仅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更是对国产科幻剧发展路径的一次重要观察窗口。市场十字路口的个人选择转型背后的行业推手，诚意在2026年1月18日与欢瑞世纪合约到期后的选择，被业内普遍解读为一次深思熟虑的战略调整。资料显示，拒绝续约时，有消息称欢瑞世纪曾给出极具诚意的条件，包括青云志2、琉璃2等大制作男主配置以及子公司股份，但诚意以想要自主挑选剧本为由，拒绝了这份舒适区的诱惑。这一决定的背后，折射出古装赛道日益激烈的内卷现实。从琉璃开启仙侠101时代，到莲花楼成为长尾效应改写行业认知的现象级作品，诚意的古装统治力已有充分的数据佐证。赴山海全网有效播放17.64亿，极均4410.9万，创2025年古装剧极均最高纪录。天地剑心累计播放10亿加长安24季播出3个月破12.31亿。3部剧累计总播放量达40.07亿，但即便在这样的数据光环下，同质化竞争与审美疲劳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个赛道。与此同时，国产科幻剧的蓝海市场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诱惑力。自2019年《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硬科幻电影的大门，到2023年电视剧《三体》开启中国科幻剧时代，这条赛道被注入了强劲的推动力。2024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科幻产业总营收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132.9亿元，同比增长29.1%。其中，科幻影视产业总营收115.9亿元，同比增长38.8%。科幻网络剧和微短剧数量明显增加。正是在这样的市场温差中，诚意的选择显露出敏锐的行业嗅觉。与其在竞争白热化的古装红海中继续拼杀，不如主动跳出舒适区，探索亟待开发的科幻蓝海。这步棋是演员在感知市场温度后，寻求新增长点的战略抉择，也是在古装内卷与科幻机遇十字路口的必然转向。一场豪赌的 A、B 面，地心计划之于诚意的语诗。选择地心计划对诚意而言，无异于一场职业生涯的豪赌。这部剧改编自《鬼吹灯》作者天下霸唱的小说《地底世界》，计划于2026年首播，共28集，被列入优酷少年换内容主题单元。从衣袂飘飘的古装世界到漆黑未知的地底探险，这一转型的赌注性质显而易见，成功则拓宽戏路，失败则面临退回舒适区的尴尬。机遇与突破是这场赌局的 A 面。这步棋若能成功，将实现3重跨越。首先，在戏路上，从依赖外形仪态的古装美男，转型为考验内在张力、体力与信念感的科幻角色。资料显示，他曾在《盗墓笔记之秦岭神树》中挑战过类似角色，但地心计划的角色深度与复杂度远超以往，这将是他证明演技多面性的关键一跃。其次，
在受众拓展层面，有望突破原有粉丝圈层，吸引科幻迷和更广泛题材爱好者的关注。诚意目前的商业价值已形成完整矩阵，合作品牌数量超234个，衍生品销量破亿，联名奶茶销量达1000万杯。但这份成功主要建立在古装赛道上。若能将影响力延伸至科幻领域，将极大提升演员的市场普适性。最关键的是行业定位升级。若转型成功，诚意可能从流量演员向有代表作的硬核演员转型，提升在业内的口碑与话语权。资料显示，他曾在2022年试图通过接拍正剧底线来拓展戏路，但该剧的积压延迟播出让转型之路一度受阻。地心计划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定义其后顶流时代的职业高度。然而，赌局的 B 面同样惊心动魄。演技质疑是第一道坎，科幻题材对表演的真实感、沉浸感要求极高。资料中提到的现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某些流量明星在科幻作品中被批评为缺乏军事气质，角色形象模糊，表现如同木桩。诚意能否摆脱古装范式，在绿幕前完成无实物表演的精准诠释，将面临观众的严苛检验。项目不确定性是第二重风险。国产科幻剧制作难度大，最终成片质量、口碑存在诸多变数。演员个人努力与作品最终效果未必成正比，一旦成片未能达到预期，所有的转型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粉丝接受度风险同样不容忽视。部分核心粉丝可能因审美习惯难以迁移而产生落差，导致短期流量数据波动。在这场个人转型的赌博中，诚意押上的是从琉璃到莲花楼积累的全部观众信任度，赌的是科幻赛道能否成为他的第二个主场。流量的引力与势力顶流入场对国产科幻的双刃剑效应。当诚意这样的顶流带着40亿播放量的数据光环闯入科幻领域时，它带来的不仅是个人影响力，更是一股可能重塑行业规则的复杂力量。这场顶流入场，对国产科幻剧市场产生了引力与势力交织的双刃剑效应，积极引力显而易见。凭借诚意的超高人气，地心计划实现了未拍先热的现象及关注度，为相对小众的国产科幻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初始流量和讨论热度。这种关注度赋能具有破圈意义。当科幻迷与古装粉在同一个话题下交汇，当地心探险的硬核设定与顶流转型的热议碰撞，类型的边界正在被模糊，新的受众可能被吸纳。从资源吸引角度看，顶流参与有助于提升项目在投资、制作、播出平台等方面的优先级和资源倾斜。资料显示，地心计划被列入优酷少年幻内容主题单元。这种平台重点布局的背后，既有对稀缺头部科幻内容的渴求，也不乏对豪华班底和流量加持的压注。在科幻影视产业总营收115.9亿元，同比增长38.8%的市场环境下，这样的资源聚集具有示范意义。然而，潜在势力与风险同样真实存在，评价体系可能发生偏移。当讨论焦点从科幻设定是否硬核、故事是否精彩过度偏向演员颜值是否在线、演技是否翻车时，科幻作品应有的类型评价标准将被模糊。这种现象在一些流量明星参与的科幻作品中已有先例。观众反馈更多聚焦于明星表现而非作品内核，流量依赖症的隐患更为深远。若地心计划成功，可能强化资本流量加科幻的速成公式，让行业陷入对明星光环的迷信，忽视扎实的剧本和工业积累。若失败，则可能让资本对科幻题材望而却步，或将失败归咎于类型本身而非制作问题，从而打击整个赛道的投资信心。
对创作本体的挤压同样值得警惕。担心为迎合流量明星的戏份或形象，牺牲科幻作品应有的逻辑严谨性与世界观完整性，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当演员的商业价值与作品的艺术追求发生冲突时，平衡点的寻找将考验制作团队的智慧与定力。转型的最终答案，在流量光环之外。诚意的地心冒险是个人艺术野心与市场机遇碰撞的缩影，也是观察国产科幻剧在流量时代如何前行的一个典型案例。从《莲花楼》近400亿播放量、930天持续霸榜的数据神话，到地心计划未拍先热的舆论狂欢，这位古装王者正在用自己的职业生涯为国产科幻探路。但这场转型的最终答案远不止于个人表演的突破。当流量带来的光环逐渐褪去，真正决定地心计划成败的，将是他能否在顶流加盟的喧嚣背后，完成一部科幻作品在剧本、视效、内核上的硬核锻造。从《流浪地球》团队从土法炼钢到宇宙级特效的突破，到《三体》电视剧面对的高还原度挑战，国产科幻的每一步前行都充满艰辛。2023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突破1000亿元大关的数据，描绘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产业图景。但在这个宏大叙事中，单一作品的成败依然牵动着整个领域的神经。地心计划若能成功，将为流量加科幻模式提供正面案例；若未能达到预期，也可能让行业重新审视这条融合之路的可行性。程毅曾经说过，演员的本分是演好每一个角色，而不是困在同一个影子里。这句话或许也适用于整个国产科幻领域。我们需要的不是重复过去的成功模式，而是敢于打破标签、探索未知的勇气。当古装顶流跃入地心深渊，他带去的不仅是自己的表演生涯，更是对国产科幻可能性的又一次定义尝试。你认为程毅的这次转型能为国产科幻剧带来真正的突破，还是仅仅多了一部流量特工？留下你的看法。